美伊戰爭爆發之後，最近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內部竟然是本土全面失控，因為呢，包括了機場發生了多起的撞擊意外，還有安檢現在也崩潰哦。過一次安檢竟然是要拖到3個小時以上。那川普在這個時候還在打伊朗，其中選舉共和黨的選情是否堪憂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來看到美伊戰爭打到現在，關心美國本土自己內部正在失控，特別關心到的是紐約機場在1天之內發生了2起是客機撞上地面的車輛的事故。我們來看到這個國聯邦航空局是立刻緊急下令，接下來要停飛的指令就已經下了。原因到底是出在哪裡呢？就是因為現在多個機場都出現人手不是只是不足而已，是人手都消失的这個現象，安檢人員缺勤率達到最高40%。現在旅客你要出個國過個安檢，光是排隊要達到3個小時以上，部分機場恐怕很快的都會被迫關閉。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美國國會預算卡關國土安全部斷炊，也導致運輸安全局現在這些人員被迫放棄了無薪假。那怎麼辦呢？現在沒有人上班，川普想到了一個妙招，就是去把 ICE 移民執法的人員給調派到機場去協助旅客做安檢。問題是他們從來沒有受過類似的訓練這些爆裂物如何辨識，其實他們都不會。那當然 TSA 的工會就說，你讓這一些 ICE 的人去做，反而會變得更加危險。事實上呢 FBI 已經多次的警告了，你這個美伊戰爭繼續下去，伊朗可能會對美國本土發動更猛烈的攻擊，這是來自於 FBI 的最新警告，包括了內部的安檢會崩潰，外部的威脅會升高。但是川普怎麼說呢？他說我一點都不擔心。好，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美國現在內部狀況的問題之外，也來看到川普把這個焦點放在痛批民主黨不合作這些說法，美國人可以接受嗎？大使怎麼看？剛開始會接受，現在越來越不接受了。川普現在的那一招不靈了，邊際效用遞減，什麼壞事都是民主黨幹的。他前1年的時候還說，什麼事幹事都是他的前任幹的，對，前任都是些飯桶，現在他都在什麼？他在收拾爛攤子。那問題你幹了1年多了，你還這樣講就不收效了，對，你已經掌權那麼久了。對，現在美國這個航空安全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因為美國的航空總署是屬於聯邦政府在管的，美國政府發不出錢，美國這個政府因為它多級，聯邦政府這個州政府下面還有郡政府，還有這些每個政府它都有自己的稅源，所以管的事情不一樣。可是航空這個是屬於聯邦政府的，所有的聯邦這個航管人員機場這都是等聯邦政府的。聯邦現在錢出來問題了，並不是完全沒有錢。只是說財政部說我會看你的職位重不重要，然後呢，我給你還是讓你繼續完全執行職務。那這些呢就給你裁減一點，你去請一些無薪假。那你為什麼 ICE 的人還繼續拿到錢？為什麼 FAA 的沒有拿不到錢？這就是那 FAA 就覺得就是說，好，你覺得 ICE 比我重要是不是？那我就休假讓你出事啊，你知道？很多機構你不要小看任何一個機構，當然就很多這個企業出身，一到這個公務機關怎麼都冗員，養這麼多人幹什麼？這些都是什麼就是什麼講呢？米蟲，對不對？那問題是不是米蟲？我不知道。可是呢，公務人員說實話也不是在那邊隨便都可以進去的。他進去他有他另外一套他的這個理念，他就是要永續的。他要怎麼，就是說永業發展，他不要受政黨影響，讓你安心做這個公共服務的事，你也不必要去忙着賺錢，你也不是賠錢，也不是你的問題。他哲學不一樣。可是說很多這種民營企業出來就看人家不習慣，看人家不順眼，因為民營企業都是老闆都是獨裁者啦，說穿了啦，他今天生殺予奪都他說你不要幹你就不要幹，公務人員可是有職務保障的。所以公務人員你要真正得罪他，你讓他這個你要來作威作福公務人員我是替國家做事，我不是你個人的圖譜對不對？所以就會變成有的時候公務員有一種心態，就是說你覺得我不管用是吧？好，我就讓你知道什麼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以為林肯號的馬桶會自己壞
很多人都在講說，林肯號，人家天天在那邊打了幾十天的仗，你也不給他休息一下，對不對？然後你這幾年天天調度，那怎樣？丟一些比較硬的紙塞到馬桶裡，你就全船馬桶，大家塞10個，你就全船馬桶都不通了。那現在這個 ICE 憑什麼他們來取？他們拿的還有薪水，對不對？美國人都討厭 ICE，FAA 不重要，是不是？我們拿不到錢是。這個東西都是人謀不臧造成的，是對不對？都是人謀，所以川普事實上種下的惡因太多了，他未來的路會非常難走。而且公務員是不要得罪的。是公務員事實上得罪的話，你要做領導的話，就會碰到很多人就是拆你的台。是。好，那同樣的問題，幹哥又怎麼看呢？那另外也就是 FBI 有特別警告說，接下來在美伊戰爭之後，美國這個可能會被發動本土攻擊，你怎麼看？好，我覺得有一些事情都是在暗中策劃當中，我們不能夠不排除這樣的危險。為什麼？因為伊朗受到了這麼大的傷害之後。你去想想看，革命衛隊他們都是傻瓜嗎？我總覺得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恐怕在未來，在美國當地會發生不少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像在拉瓜迪亞機場發生的這件事情，在紐約，你就覺得非常奇怪了。客機去撞上了消防車，還是消防車撞上了客機？這是一架快捷航空的飛機嘛，就撞上了消防車，然後你知道這很慘啊，為什麼？因為死的就是正副機長2個人，然後全飛機有一半的人，有40個人送醫，他們都沒事。這就代表什麼？代表螺絲出了問題。我甚至覺得那可能，我懷疑那是恐攻的一部分。為什麼？因為2個機長，你要知道，正機師跟副機師都沒有看到那部消防車，都沒有能夠及時能夠踩住剎車。然後那消防車撞上來了，怎麼回事？不知道。消防車上2名這個人員送醫沒有事。你就知道拉瓜迪亞機場那是多繁忙，那跟 Kennedy 機場是一樣繁忙的地方，它會出這樣的事情，10年來沒有發生過。所以大家就曉得說，人手不夠是一個問題，另外恐怖攻擊的隱憂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大家就曉得說，既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叫 ICE 是什麼人？你知道是邊境暨海關安全局。那這些人他們被緊急抽調，因為川普叫那個邊境沙皇叫霍姆說你把這個 ICE 人抽調去這些機場大機場去幫忙做安檢。你看起來好像听起來很正常ICE 去做安檢很正常，不正常ICE 的人沒有經過 X 光檢驗的訓練。大家說 X 光檢驗有什麼？還不機器擺的東西過去你就看得出來嗎？沒有這麼簡單。他們要靠他們的訓練，通常訓練到6到8個月，你才能夠正式上任。ICE 的人員要入職是非常那個是要經過一道關卡，他們還要評分，分數夠了，你才能夠正式任職的。所以 ICE 跟那個 TSA 的員工都不簡單。TSA 就是美國運輸安全部，這些人他要看什麼？他要看 X 光機過去的東西，他要查那個不明的，有時候甚至無味無色，有時候是要靠狗才聞得出來。在狗還沒有來聞之前，你就要能夠判斷出那是什麼？那是 C4 嗎？那是塑膠炸藥嗎？還是 TNT？還是黃色炸藥？那個都必須要有經過實際的訓練，你才能夠有辦法去辨別的。所以因為預算卡關，那 TSA 也就是運輸安全部的人，他們現在拿不到錢，就跑了。你叫 ICE 的人來補，那根本就是個餿主意。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邊境沙皇的餿主意，還是川普自己的餿主意？但是我認為是川普自己突發奇想，異想天開要來得大。那美國機場現在很多大機場現在排隊都要3個鐘頭以上。我們現在最好是不要去美國。我跟你講，因為你會發現那是旅遊的地獄，絕對不是天堂。好，現在美國本土的安全現在出現了疑慮剛剛是講本土的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這場戰爭其實現在受害最大的好像也就是美國自己的人民。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川普的期中選舉？我們特別來看到美國人民現在有感的事情就是油價了。美國家庭1年汽油的支出會從$340變成一口氣到達$740。油價變貴，當然這個消費支出等等都會受到排擠那消費者信心也全面的下滑，由升轉
跌。再來看到美股表現，週線連4週下跌，房貸30年的固定房貸利率飆升至6.53%。剛剛講了嘛，會影響的就是政治面，搖擺州開始出現變化了。在北卡羅來納州，勝率民主黨部分現在高達了80%。尚志哥怎麼看？油價我們錄影的這個3月24號的這天，加州剛剛的油價是5.66美金，在3月11號兩個禮拜前的時候是3.5美金，但在波灣戰爭還沒有展開之前，這一次之前大概是2塊多美金，所以它已經漲了，已經快要100%了，已經很多。所以其實油價影響其實對美國當然會有的，但我們不得不說，因為美國自己還在產油，它沒有缺。對於其實現在很多其他國家影響最多的，還是如果你油或者天然氣本身是作為你的電價，包括油價，像台灣這樣的話，你真的是很剉賽的。所以現在真正來看的話，到底会不會到今年年底對其中選舉影響？我們必須得看。現在美國很多評論是說，認為可能要到前3個月。比如說8、9月的時候，如果這個戰爭延續到8、9月，那真的就是很恐怖的。否則，因為主要是美國有個特別的地方，還有美國聯準會。聯準會主要控制的部分就是通膨，它透過升息跟降息。本來2026年所有都說一定會降息，但是這一波可能不但不降息，甚至有可能會升息。就主要就是它在調控這個通膨，當然也要看說這一次的油價在美國，如果它對它的民生通膨造就影響，因為不是所有美國人都要開車，當然很多地方都要開車，但是如果它作為它的貨運跟很多事情民生物資的成本涉及到油價的話，當然通膨就一定會站起來。但目前為止，大家都覺得通膨會升啦。